也不用管我画哪张图啊，我怎么画你就怎么画。我现在画的是胸腔的宽度，然后胯的宽度。这是一个什么动作？左侧屈，胸腔左侧屈。同时呢，我想加一个后伸。上面老师写的都直接跟着写掉了，他上面都写了，你在上面写一下，但是不一定。然后胯，我想的是这边高，这边低。这个动态不一定非常的过分，非常的大，非常夸张，有一点点，它这个动态就不一样。然后胸腔的正面、侧面分出来。颈部是在这里，然后呢，让这个头往左旋，头左旋，也就是颈部左旋。中线。完了，我们在旁边再画一个，画一个方块当做胯。胸腔在没有角度的时候，没有转动的时候，大概呢是这个样子。它的朝向和骨盆呢差不多都是朝前的，只不过一个微微朝上，一个微微朝下，侧面也差不多。但是呢，我想让这个侧面再大一点，也就是把这个侧面和正面的交界再往里边挪了一下。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呢？胸腔右旋，跟上了吗？第二个跟上了吗？胸腔右旋了之后，我们把胯来一个左右的高低。你画一个平着的胯，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动态啊，动态感就不好。那么以后我们在设计动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对胯进行一个设计？这边的升高，这边呢降低。头，脖子是长在这里，那么脖子上面接的是头，这个头呢，先画一个方块接上。这个头的正面比较小，那么相对于胸腔，它又有一个右旋。然后这个头往下看，中线朝下。那么这个颈部呢，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前屈。编一个动作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，你考虑好每个体块的状态，相对的运动往哪转，转的范围角度，这个合理的范围内，转多少度，你就能够编出来了。那前提是你方块你得画得明白啊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达到什么状态呢？就是随手你就能够画一个合理的方块。这个方块看起来它就是在空间当中的透视准确的。大家能不能做到随手画一个方块，透视就是准确的？也不用多么严谨，大概一看它这透视是合理的，能不能画得出来？那么你随手画一个离视点比较近的一个方体是啥样？透视比较大，消失点比较近，然后离视点比较远的透视比较小啊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能不能随手就能够把这些画出来？只有把这个方体的透视掌握了，你再去默写这个人的时候，你才能更有可能把它默得更好。现在呢，只是你按照这个要求，按照咱们刚才讲的内容，大概其能给它画出来，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，比上一回上课看着画的要像那么回事儿一点，但是不够啊，不要过早的骄傲。然后我们再默一个大点的动作，从体块推一个动作，我画一个倒着的胯部体块，这个是中线，这个是中线这个正面的朝向，这个是正面，这个是侧面。然后把胸腔再压低，
它的朝向是这边，然后下面看到这些是这个背面，底面抬起来了。那这是什么动作呢？这腰部是后伸的一个动作。然后把头也画上，这边能看到就是后脑勺，正面脸的朝向是这边了。这像一个什么动作？背跃式跳高，这里画个杆儿，这就是跳高了。掌握了这些，你想摸一个你想象中的动态，就是这么容易了。每个体块的状态、角度、动态，它都是有理有据的，所以说它就更有信服力，不像你啥也不懂，随便上来瞎画一个。